一道精致美食秒變奪命利器，溫馨家庭聚餐卻釀3死1傷，殺人於無形的下毒手法，撲朔迷離的殺人動機，反反复复的神秘症狀，一切的源頭居然是中國超市當起了背鍋俠。大家好，我是瑞，歡迎打開 M2 檔案。今兒咱們來講一起死亡蘑菇下毒案。2023年7月29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省小城的綜合醫院急症室突然湧入了4名患者，他們是2對老夫妻，年齡在66到70歲之間，症狀都非常相似，劇烈的腹痛伴有噴射性的嘔吐和腹瀉。醫生初步懷疑是食物中毒，於是對他們進行了灌腸和洗胃。忙活了大半天4個人的病情都開始出現了好轉，高燒退去，腹痛減輕，意識和神志都恢復了不少。於是醫生便將他們轉入了普通病房。可是3天後，就當醫生認為他們可以痊癒出院之時，病情卻急轉直下，全身皮膚和眼球都開始發黃，伴隨着抽搐和昏迷。僅幾個小時後，其中的一位男患者便停止了呼吸。同樣可怕的症狀也出現在了2位女患者身上。1天以後，他們相繼以同樣的痛苦方式離世。尸檢顯示，3位死者的內臟布滿了出血點，心臟、肝臟多個重要器官衰竭，最終因呼吸衰竭窒息而亡。在死亡的過程中，他們遭受了煉獄般的折磨。4個人中，只有1位男患者幸存下來，在經歷了9死1生之後，被醫生奇蹟般從鬼門關拉了回來。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儘管還吊着口氣兒，但是他的肝臟已經嚴重受損，失去了正常功能，醫生不得不把他放到了等待移植的患者名单上。如果等不到合適的捐獻者，那麼他面對的也只有死路一條。短短3天的時間裡，4個病人中3名死亡，剩下1個還在 ICU 苦苦掙扎。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食物中毒的範疇了，活脫脫的是讓全村吃席的架勢啊！在分析了他們的病情之後，醫生發現這種發病後突然好轉，幾天後又迅速惡化的情形，跟毒蕈鹼中毒非常相似。於是決定對病人的血樣和肝臟組織進行針對性檢測，結果4個人的體內都發現了致死量的毒性成分，而且這類鹅膏毒肽指向了被稱作是毒菇之王的死帽菇，學名白毒鹅膏菌。這個名字其實起得非常貼切，因為有傳言說這種蘑菇味道鮮美，自帶一種如鵝汁般、鴨油般獨特細膩的口感。但是它的毒性也如名字一般猛烈，普通成年人只要吃上半個就足以致命，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能活着給大家描述一下它到底是個什麼味道。而且跟拼死吃河豚不同，這種蘑菇的毒素完全無法用烹飪的方式去除，甭管是高溫加熱、低溫冷凍、曬乾磨粉，千刀萬剮，這蘑菇都是一樣的剧毒無比，而且還沒有特別有效的解毒劑。只能說這種白散散、白杆杆看着人畜無害可食用的蘑菇，吃了可能真的讓全家一起躺板板。醫生之所以能在第一時間反应過來是死帽菇，還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地這種毒蘑菇並不罕見，再加上長得又跟普通白蘑菇很像，所以誤食中毒的風險極高。因此每年政府都要花大力氣進行宣傳，極力勸阻人們撿野蘑菇回家食用，但總有些不信邪的人以身試毒。2012年就發生過2個亞裔家庭吃野蘑菇後中毒，最後3人不幸喪生的悲劇。不過這次的情況卻略有特殊，那就是根據以往的經驗，澳洲撿蘑菇的季節在6月底就結束了，而現在都已經是7月末了，樹林裡頭連蘑菇的渣渣都不會剩，他們吃的死帽菇又是從哪兒來的呢？醫生還從病歷上發現，這4個人中的其中1對是姓 Patterson 的老夫妻，另外的那對是他們的妹妹和妹夫。現在4個人中死了3，只有妹夫勉強活下來了。他們的體內的毒物有沒有可能是來自同一源頭，而且還有別的中毒人員呢？出於對公眾安全的考慮，醫院第一時間打電話報警。因為唯一的那位幸存者依然處於重度昏迷狀態，所以警方只能從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最近的活動軌跡入手，尤其要查一查最近這1-2天他們都幹了什麼。面對警察的詢問老夫婦的兒子 Simon 語出驚人，說警察叔叔我們家老人們就是吃了我老婆做的飯才中毒的呀。警察一聽，哎呦，這才剛開始查就要破案了嗎？還想着能提前下班呢，
誰料細問之下，這裡面的彎彎繞繞，差點把警察給聽暈了。首先啊，是 Simon 稱做飯的這位為老婆，其實多少有點牽强，因為他們其實在2年多前就已經離婚了，只是最近大半年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一開始啊，其實也沒想過破鏡重圓，只不過一來呢，2個孩子從中穿針引線，讓2個人的感情日漸回溫；二來呢，是 Simon 得了幾次重病，都是這個前妻悉心照顧，才讓他愈發覺出前任的好來。於是啊，就把復婚這個事兒提上了日程。萬萬沒想到，卻遭遇了父母的阻攔。二老對兒子要吃回頭草這個事兒啊，是非常的反對，主要還是對之前離婚時撕破臉的大吵大鬧記憶猶新。世界上女人那麼多，何苦要在同一棵歪脖樹上吊2回呢？夾在中間的 Simon 啊，左右為難。正巧此時前妻提出，有什麼矛盾是一頓飯解決不了的呢？把話說開了，找出問題的根源，也許這事兒還有轉圜的餘地呀。於是呢，就把飯局約在了自己家裡，既能大展廚藝，也方便談事情。為了避免雙方話趕話的槓上啊， Simon 還請了跟父母一向關係很好的小姨和小姨夫，讓他倆作為一個情緒的緩衝帶，能時不時的打個圓場。不過奇怪的是， Simon 他自己卻沒去參加這場飯局。而且啊，可能是这頓飯的主題並不適合孩子在場，所以呢，2個小朋友被安排去看電影了。席上一共就是4位老人加前妻這麼5個成年人啊。你說這個 Simon 吧，說他不會辦事兒，他倒是考慮的挺周到，還知道把小姨小姨夫請來協調。但你要說他會辦事兒吧，這麼重要的溝通場合，他竟然讓爸爸媽媽和前妻他們自個兒聊，他作為風暴中心卻隱身了。最令人無語的是，事情的結果再一次證明了逃避可恥，但是不光有用，沒準還能保命啊。因為等到 Simon 再見到幾位老人的時候，已經是在醫院的重症室了。一場賓主盡歡的家宴，突然就演變成了全家吃席躺板般。警察從 Simon 的敘述中準確地找到了父母反對他和前妻復婚這個點。有沒有可能是他為了跟前夫順利結婚，於是解決掉了公婆一家呢？對此啊， Simon 的頭搖得和撥浪鼓一般。那不可能啊，那他自個兒也得吃啊，咋會有人下毒連自己一起毒呢？於是啊，警察就緊接着去拜訪了那位實質意義上廚藝大殺四方的女人 Erin Patterson。 由於她後來被澳洲媒體稱為獨孤女，咱們之後啊稱她為蘑菇姐。蘑菇姐呢是一個49歲的中年女子，胖乎乎的臉上總是帶着和藹的笑容，一看就是個勤勞持家的熱心的鄰居太太。面對警察呀，她馬上就拿出手帕抹起了眼淚。It's a tragedy what's happened.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meal that you cooked? I'm so devastated by what's happened, by the loss of Don. Don is still in hospital. The loss of Ian and Heather and Gail. They were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that I've ever met. 在被問到底是什麼菜裡頭可能混入的毒蘑菇時，他想了想，覺得那道惠靈頓牛排的嫌疑最大。作為一個案件類的美食博主，咱們必須得多說一句這個惠靈頓牛排。據說這道菜啊，最開始是起源於第一代威靈頓公爵，就是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拿破崙的那位。他的廚師呢，特地做了這道菜，歡迎公爵凱旋歸來，將公爵愛吃的菲力牛柳、鵝肝、松露等食材用酥皮包起來烘焙，這一口下去，外酥裡嫩，唇齒留香啊！這個菜呢，也是暴躁大廚 Gordon Ramsay 的拿手好菜。最講究的做法呀，是選用一頭牛身上只能切出4-5磅精華的菲力牛柳，用黃油煎過之後，再用火腿、鵝肝醬、蘑菇醬一層一層包裹，最後再用酥皮包上進行烤制，這樣能完美鎖住裡頭的汁水，讓客人每一口吃到的都是精華。說回案子啊，這次蘑菇姐做的呢，明顯就是這麼一個豪華加強版。用她的話來說，只有做這麼複雜和講究的菜，才能真正體現出她對公婆的重視，以及破鏡重圓的誠意啊。不僅如此呢，為了追求極致的味覺層次，她還做到了內有乾坤。除了普通的新鮮白蘑菇，還加了華人超市特地買來的野生乾蘑菇。泡發之後呢，這兩者混合打碎，加入調料，熬制成獨家配方蘑菇醬。但是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2周了，不僅是午餐會的剩菜剩飯早都沒了，
鍋碗瓢盆什麼的也被洗了好多次，所以呢，警察并没有從廚房裡頭提取到任何和毒蘑菇相關的證據。他們在附近的超市裡對幾種普通的白蘑菇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都是無毒。供貨的蘑菇種植場也證實說，死帽菇是無法人工種植的，因為菌種中如果不小心混入了毒蘑菇的孢子，這蘑菇根本就长不大，更別說是經過层层篩選流入市場了。那難不成就是那袋從中超買來的乾蘑菇出了問題嗎？1個多月前啊，蘑菇姐在墨爾本的一家中超裡買了一包蘑菇乾，回家之後呢，一直省着沒吃。這次為了請客，這麼大手一揮，把一包全用完了。調查人員只能上網找出了幾款從中國進口的蘑菇干給他辨認，可是他看了都摇頭，回憶說自己買的那包啊，就是很隨意的裝在了一個透明塑料袋裡，上面用中文寫了個名字和價格，他也不知道具體叫啥。聽了這話，警察也非常無語啊。就是說，你隨手買了一包不知道是啥的三无蘑菇，然后就剁吧剁吧給老人们、客人們吃了。不過啊，這也不能怪蘑菇姐，甭說老外不認識中文了，許多現在在海外出生長大的華裔孩子呀，也常常對中文是一知半解。走進華人超市或者唐人街的時候，難免有些手足無措。明明是值得傳承和融會貫通的文化，卻因為環境所限難以深入學習。新東方比鄰在線中文課專為海外華裔青少年打造，匯集經驗豐富的教師團隊，深諳華裔孩子的心理特點和語言學習規律，階段冊更科學，多內容趣味學，依托新東方31年的教研積累，通過口語表達、閱讀理解、自由寫作等多方面培養，全面提升孩子的中文能力、思維能力及人文素養，讓海外華裔兒童更自信地掌握中文，了解中華文化。剛好啊，最近放春假，新東方為廣大海外學子提供了特別福利，現在報名可享1節免費中文試聽課，試聽後呢，還能解鎖價值$128的中文學習大禮包，包含能力測評、20節趣味視頻課、12節直播公開課、漢字字帖、課程顧問，超值免費內容，快去領取吧。M2 檔案呢，也給大家拿到了獨家優惠，最低客單價不足$101節，還猶豫什麼？趕緊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去看看吧。當調查人員帶着蘑菇姐重回墨爾本，想要找到那家華人超市時，他卻死活也記不起地址了，來來回回的把那幾條街都轉爛了，最後只得無功而返。不過，為了保險起見，衛生局還是對公眾發出了警告，不要食用從亞洲超市購買的蘑菇乾。如果家裡頭還有沒用完的存貨，也可以送過來檢測。這樣一來啊，不僅是華人超市的蘑菇沒人敢買了，就連香菇拌飯醬、香菇燉雞粉方便麵啊，跟名字沾點邊的產品都無端躺槍，銷量驟減。警方呢，前後折騰了1個禮拜，檢測了幾百種蘑菇製品，最後連半片毒蘑菇都沒找着。全澳洲各個醫院在這個期間也沒有收治過類似的中毒病人。那到這個時候，警方也差不多放心了，市場上並沒有什麼暗中流通的毒蘑菇。再這麼一細琢磨呀，就發現了這次中毒事件中非常奇怪的一點。根據4個中毒者體內發現的毒素推斷，蘑菇姐使用了10到15朵乾的死帽菇，這意味着那袋蘑菇乾裡頭一大半都是毒蘑菇呀！這已經不是什麼無意中混入的範疇了，完全就是一包大殺器啊！那怎麼偏偏就讓你蘑菇姐給買回來了呢？更神奇的是，這包毒蘑菇不僅來歷成謎，毒性上正是可大可小啊！因為根據蘑菇姐所說，根据每個客人的食量要求，他把這惠灵頓牛排切成了薄厚不同的幾片，最後自己也來了一塊，而且呢，忙活了一上午，肚子也挺餓的了，所以跟別人比起來，他自己吃下肚的呢只多不少。當天晚上，他確實覺得肚子不舒服，跑了幾趟廁所，拉得兩腿發軟。第二天也的確去了醫院急症室，被診斷為輕度食物中毒。由於症狀不算嚴重，觀察了幾個小時就讓他回家了。回家之後，他瞅着冰箱裡頭還有昨天沒吃完的牛排，於是就放到烤箱裡熱了熱，又吃了。而且這回啊，不僅他吃了，家裡頭倆孩子也都一人分了一塊，吃了個乾乾淨淨。誰知道幾個小時後，蘑菇姐又鬧起了肚子。這次她換了一家醫院，遇上的醫生呢經驗比較豐富，一看就懷疑她是吃了毒蘑菇中毒，於是給她進行了輸液治療，並且開了保護乾燥的藥物。好在攝入的量不高，蘑菇姐這次在醫院折騰了1天之後，也就順利出院了。聽了這話，警察紛紛表示，這女人實在太猛了。第一次醫生都跟她說是食物中毒了，結果她居然還能回家，
把那剩饭剩菜給吃了，而且不光自個兒吃，還敢給2個孩子吃。這種省錢不要命的做法簡直是匪夷所思啊！而且呢，同樣是吃了毒蘑菇，那4位是3死1重傷，而吃了2回的蘑菇姐則除了拉肚子之外並無大礙，2孩子更是連症狀都沒有。難道說這母子3人真就是傳說中百毒不侵的天生聖體嗎？對此啊，蘑菇姐的解釋是，孩子們都不喜歡吃蘑菇，所以呢，他就把惠灵頓牛排裡的那层蘑菇泥啊，用叉子刮掉了。自己嘛，可能就是運氣好，剛好就吃到了没有太多毒蘑菇的部分。結果這個說法遭到了毒物學家以及專業大廚們的質疑。專家們覺得，毒性這麼大的蘑菇，普通人哪怕就算喝點湯也都被毒得死去活來，就算沒有直接吃蘑菇泥，浸潤進牛肉的毒素都夠他喝一壺的了，更別說吸收湯汁的酥皮的那部分了。而大廚們則認為，食譜裡的做法呢，是把幾種蘑菇全部切碎之後加入醬汁熬制而成，完全就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蘑菇姐舌頭再靈，運氣再好，也是不可能準確的吃到无毒的那部分，除非她在制作的時候就預先留出了一部分无毒的蘑菇，給自己和孩子來了個特調。靈感呢，也許來自白雪公主裡頭巫婆那一半有毒一半無毒的蘋果。面对这個可能性，蘑菇姐大喊冤枉。她說她絕對沒有半點害人的心思，此事純屬意外。Gail was like, Take your time. Gail was the mum that I didn't have because my mum passed away 4 years ago. And Gail's never been anything but good and kind to me. And Ian and Heather were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I've ever met. They never did anything wrong to me, and I'm so devastated about what's happened. 那你如果說單純是因為公婆反對他和 Simon 復婚，他就要下毒殺人，這確實也太極端了哈。動機和物證都嚴重不足，所以警察拿這個事兒也無可奈何，於是呢，也想用意外食物中毒結案算了。結果偏偏就在此時，那個一直沒啥存在感的前夫 Simon 卻跳起來背刺了蘑菇姐一刀。他對警察說啊，中毒事件發生後的一天，蘑菇姐就把家裡頭的一個食物風乾機拿去回收站給扔了。本來這個事兒沒啥奇怪的，但這個時間點卻十分耐人尋味啊。根據 Simon 回憶，當時他正在醫院看望父母及小姨一家，結果呢，遇見了因為拉肚子來看病的蘑菇姐，2個人在醫院的走廊上寒暄了一會兒。當時啊 ，Simon 半開玩笑地說：“哎，你是不是給他們吃毒蘑菇了？”結果一聽這話，蘑菇姐臉上多少有點掛不住，開什麼玩笑呢？這季節哪來的野蘑菇？那這季節是沒有，但你不是有一個機器能把撿來的蘑菇風乾保存嗎？聽到這話，蘑菇姐的臉更黑了幾分。草草聊了幾句之後啊，她就推說不舒服，就告辭回家了。之後呢，就如她跟警察所說，自己和孩子把冰箱裡剩下的牛排全吃了，然後肚子又開始疼，於是第2次去了急診室。但是啊，她卻跟警方隱瞞了一個細節，那就是她在這次開車去醫院的途中，特地拐了個彎，把家裡那個食物風乾機送到了舊電器回收中心。此舉啊，只能說明2點：第一，他當時的病情可能沒那麼嚴重，還能在去醫院的路上還幹點別的；第二，扔掉風乾機這個事情非常緊急，越早解決越好啊。只是啊，他本來以為這事兒做的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卻被2孩子告訴了親爹。Simon 回家之後越琢磨這事兒越不對勁兒，哪有前腳隨口一提，後腳就忙不迭的銷毀罪證的？尤其是當他後來聽說導致父母中毒身亡的是泡發過的乾蘑菇，他頓時茅塞頓開啊！這哪是買到3無產品闖了禍，分明就是他自產自銷嘛！於是他也顧不了那麼多了，趕緊到警局舉報了蘑菇姐。警察拿到這個信息啊，第一時間就跑去那間電器回收站，徹底來了個大搜索，結果還真找到了一個跟 Simon 描述相符的食物風乾機，並收走進行檢測。這個關鍵證物能夠實錘蘑菇姐的嫌疑嗎？根據警方公布的信息，這個烘乾機是在2023年8月8日被發現，並且被送去檢測中心的。結果在1年以後的今天呢，鑑定結果依然未被公開，
所以咱們無法確認是否是本案出現的唯一物證。有植物學家表示，菌類植物的孢子的確可以在風干脱水的时候飞散分布到机器的内部，留下一些證据，但是高温和日常使用的清洁剂会破壞并且杀死这些孢子。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在几個月前甚至1年多以前風乾保存的那些毒蘑菇，那麼被檢測出的可能性就會大幅度降低。當然了，蘑菇姐她是肯定不會承認自己是在銷毀罪證的。她一開始對警察說，這個風乾機1個多月前就已經被扔掉了。沒想到啊，人家那小小的電器回收站管理得十分規範，每樣送過來的東西都進行了登記，這記錄上就清楚地顯示，蘑菇姐是中毒事件發生的2天後才送來的機器。所以呢，蘑菇姐只好承認，說是因為害怕警察懷疑她誤採誤食了毒蘑菇，因而丟掉了2個孩子的撫養權，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得，繞了這麼一大圈啊，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不過就是一起採蘑菇看走了眼引發的意外悲劇嘛。可是啊，蘑菇姐的這番辯解貌似也給出了另外一層動機，那就是她很重視孩子們的撫養權。如果說對公婆的恨意不足以讓她下毒殺人的話，再加上孩子的撫養權的爭奪，會不會就足夠了呢？很快啊，又有認識蘑菇姐的人對媒體爆料說，她可是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野外生存專家，女版貝爺，從小就跟父親一起露營打獵、採摘蘑菇野果，有着極其豐富的經驗。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她掃一眼就知道。不僅每年她都會去林子裡頭採蘑菇吃，還會在鎮上的圖書館開班教學，教別人如何辨認蘑菇的種類，以及如何選擇最安全的烹飪方式。這左鄰右舍啊，如果誰拿不準採來的是啥蘑菇，也會專門拿過來給他瞅瞅，堪稱是人體鑑毒機呀。也就是說，能把死帽菇當成是無毒的白蘑菇，而且一口氣用了10幾朵的這種事兒，是完全不可能發生在蘑菇姐這樣的澳大利亞神農氏身上的。而且呢，警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蘑菇姐用來下毒的很可能不只是死帽菇這一種，甚至這都不是她第一次下毒。原因呢，還是出現在那個前夫 Simon 身上。他在過去的3年裡，曾經出現了好幾次無法解釋的神秘病症，而歸根結底，好像也跟蘑菇姐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最開始的一次發生在2021年11月，當時2人的婚姻正在面臨危機。Simon 因為無法忍受蘑菇姐超強的控制慾而提出了離婚。就在他收拾東西準備搬出去的時候，蘑菇姐突然一反常態，留他在家裡吃了頓飯。您猜猜主菜是什麼？奶油蘑菇燉雞兒。結果第2天一早，他就因為嚴重的腹痛入院治療。醫生發現他的胃和小腸大量出血，肝臟也出現了衰竭，當天就被轉入了 ICU， 並且告知家屬，他隨時可能去世。在 ICU， Simon 一住就是21天，醫生幾乎把他全身的血都換了一遍，才救回他一命。出院後蘑菇姐接他回家住了1個月調理身體。不過2人期間依然是矛盾不斷，所以還是以離婚告終。然後呢，就到了2個人大半年前重新開始交往的那一陣兒，Simon又開始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腸胃問題，其中2次都因為胃出血而不得不入院治療。不過後來在蘑菇姐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就恢復了健康。正是這樣的不離不棄，讓他十分感動，也是想要和蘑菇姐復婚的主要原因。可現在想起來後背發涼啊！有沒有可能是蘑菇姐對她也下了毒呢？只不過她那幾次用的蘑菇毒性輕微，分量得當，讓老公大病一場，自己好手拿賢妻劇本，腳踏七彩祥雲，閃亮登場。Simon 那種腦子轉不過來彎的鋼鐵直男，就這樣被拿捏得死死的。不過，這2人離婚的真實原因，可能並不是單方面的，因為蘑菇姐控制慾強。有一位蘑菇姐的朋友上網爆料，說蘑菇姐給他們表達過對自己婚姻生活的失望，她对婚姻生活感覺到非常不幸福，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單親媽媽。Simon 在家裡頭像個大爺似的，蘑菇姐把家裡頭忙東忙西收拾得乾乾淨淨，她都視而不見，甚至意識不到家裡頭變乾淨了。婚姻中常年累積的不滿，也可能成為她下毒的動機。而就在警方順着這個思路調查的時候呢，另一個發現卻把此案的動機引向了一個更為黑暗的方向。此事還要追溯到2年多前，蘑菇姐和 Simon 剛剛辦完離婚，
於是就把名下的那棟獨立屋掛牌出售。可是啊，當翻新工人過來查看房子的情況時，卻被2樓兒童房的牆壁驚的是目瞪口呆。那是一大片用紅色水彩筆塗抹出來的塗鴉，不僅是顏色觸目驚心，毫無美感可言，裡面的內容也讓人感覺到恐怖和不安。不僅有被切斷了頭的小人、長刀、斧頭、噴湧而出的鮮血、血紅的太陽，還有2個墓碑，上面分別寫着“安息吧，奶奶，安息吧，我”。除了这些图畫呀，上面還用不同的顏色的筆寫着一些斷斷續續的句子。但是呢，這些文字內容也沒好到哪兒去，不是寫着我要用劍殺死你，就是我已經死了，以及呀呀呀、哦哦哦等意義不明的感嘆詞。最古怪的是啊，這些字句不僅顏色不同，字跡好像也不太一樣，粗看至少是3個人以上共同完成的。但事實上，這間屋子就只有蘑菇姐和 Simon 的2個孩子日常居住，他們當時的年齡分別是7歲和9歲。裝修工越看越覺得心裡發毛啊！先不說到底是怎樣的父母會放任孩子在牆上這麼亂塗亂畫，這裡面的內容一看就是精神有大病啊！不過他也沒想太多，拍照留了個底之後啊，塗了整整6層漆，才蓋住了這面死亡之牆。直到2年後，他在新聞上看到了那起震驚眾人的集體中毒案，他在第一時間聯想到了牆上那個寫着“安息吧，奶奶”的墓碑，越想越覺得汗毛倒豎。難道說孩子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或者說他們才是真正和這起毒殺案相關的人嗎？在著名的 Reddit 網站上，有關此案的討論板塊中，一直都有網友們對這個小孩子下毒的說法深信不疑，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從小跟母親長大，其實知道死蘑菇的毒性剧烈，也知道如何辨別，他們完全可以趁母親不備，把同樣是白色的毒蘑菇混入普通的白蘑菇裡，用攪拌器打碎，然後再借着看電影獲得充分的不在场證明。之後更是在吃剩菜的時候完美避開了有毒的蘑菇，警察不管怎麼查都不會想到是這倆小孩在裡頭動了手腳。至於動機嘛，從牆上的塗鴉能看出來啊，他們對奶奶並不喜歡，想讓她早點死。而蘑菇姐和 Simon 也不止一次的提到，2個孩子其實才是他們復婚的主要的推動者。眼見着父母馬上要重歸於好了，家庭能夠再度變得完整了，那麼在裡面阻撓反覆要攪黃這門婚事的爺爺奶奶必須除之而後快。甚至還有心理學家分析了牆上的字體，認為這倆孩子可能是在父母離異的巨大心理壓抑下，其中一人還出現了多重人格。當然了，這個小孩子下毒的說法主要源於網友們對那些神秘塗鴉的腦洞，並沒有得到任何警方的支持。事實上啊，在物證如此薄弱的一個案件中，任何一個有可能進入那個廚房的人都有可能是兇手，其中還包括了幾次死裡逃生的前夫哥 Simon。不過警方最後還是對蘑菇姐提出了3項謀殺、5項謀殺未遂的指控，其中啊3項謀殺未遂就是之前針對 Simon 的下毒。YouTube 上啊有一個叫 Stephanie Harlow 的博主在分析此案的時候說道，我当然希望這起事件是一個意外中的意外，但是從精準下毒、避開孩子，再到處理風乾機找不到蘑菇來源，再到他蘑菇專家的身份，毒藥是女人的武器，這一切線索都对蘑菇姐非常不利。而至於她的動機，大概率不會是錢，因為根據媒體報道，蘑菇姐的老媽生前是著名的兒童文學教授，去世後留下了一套非常豪華的海濱別墅。蘑菇姐繼承了遺產之後，又投資了幾套房產，加起來身價有200萬左右。可能是因為不為人知的婆媳矛盾演變成了深藏心底的恨意，或者是離婚後關於孩子撫養權的爭奪。掩蓋在謊言下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也許只有等正式開庭之後才會有答案。最新的消息顯示，蘑菇姐否認了所有的指控，並且選擇讓她的案件直接送到維多利亞最高法院審理。這就意味着不會有審前聽證會，警方的證據也不會在審判前被正式審查。他的審判預計將於2025年4月28日在挪威的最高法院開始。M2檔案會為大家密切關注後續。最後啊，想要特別提醒一下大家，現在正好處在北半球的秋天，很多人走出家門觀賞紅葉的同時呢，常常會被那些看上去鮮嫩肥美的蘑菇、又大又圓的板栗以及又紅又多汁的野漿果所吸引。美食家血脈這麼一覺醒啊，情不自禁的就要採一些回去，大快朵頤嘛。可是殊不知啊，
這裡面不僅有死蘑菇這樣看着人畜無害的大杀器，還有長得跟板栗幾乎一毛一樣的玛麗，甚至连橡树都有一个叫做毒橡树的同门师兄弟。这些个李鬼们个个长得以假乱真的，但是吃下去却直接能从大自然的馈赠变成你黄泉路上的路边摊儿。可惜的是，即使小某书上中毒的案例此起彼伏，还是挡不住好那一口的人前赴後繼啊。这里面华人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真是做到了拼死吃野味儿。还记得热爱吃菌子的云南人当中有这个说法，说吃野蘑菇你要做到3熟，蘑菇的种類要熟，蘑菇要徹底煮熟，還有就是去醫院的路要熟。甚至有的餐館還會在客人吃之前呢，舀出這麼一小碗放在旁邊，萬一真中毒了，連着這一碗一起送去醫院，好讓醫生能第一時間幫你解毒啊。當然了，這也僅限於普通毒性的蘑菇。像咱們本案中說到的獨菇之王死蘑菇，這毒素不僅是不怕高溫蒸煮，而且還無藥可解。所以呢，最後那2熟其實也起不到救命的作用。而且如果做飯的人他心不熟，那麼估計就跟案件中那不幸去世的3個人一樣，不管做到什麼預防措施都是白搭。所以最好的方式可能是珍愛生命，咱們遠離野蘑菇啊。如果您覺得視頻不錯，別忘了給我們點讚訂閱。咱們呢，下期再見。